各位好，这一次呢，咱们聊一聊怎么用佳明255自定义间歇跑。这期呢算是上一次视频的一个补充。上一次我们聊到给基础比较差的小孩子制定课表，其中有一个就是第一阶段6周的跨步跑课。跨步跑就是15到20秒的快跑，加上45到60秒的恢复作为一组，然后反复几组，加上组前的热身和最后的放松。我们今天以跨步跑为例，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用佳明来定义这样的课程，帮助我们的训练。实际上呢，这个内容也有助于大家去跑其他的间歇跑。我这里的间歇跑是广义的间歇跑，包括丹尼尔斯理论中的 I 训练，也可以其他任何的分组快跑、慢跑或者是跑走结合的结构化训练，我们都可以叫做间歇跑，并不局限于 I 训练。这里也想提醒大家不要畏惧或者是排斥间歇跑训练，因为间歇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一种跑步训练方式。实际上间歇跑的原理呢，就是比你现在的能力更高一点点的配速和强度进行训练，因为你没办法维持太长时间，所以需要恢复和放松，组间的恢复和放松。所以间歇跑没那么神秘，也不存在说什么一定要到什么程度才能进行间歇跑，我从来排斥这种观点。因为广义的间歇跑包括法特莱克，包括跑走结合，这种结构化的重复为什么就不是间歇跑呢？新手为什么就不能进行呢？好吧，那么以跨步跑为例，15秒到20秒的快跑，加上40秒到60秒的放松，我们怎么样借助佳明来进行这样的训练呢？我们来做一个演示。首先我们还是右上 Start 键2次进入跑步，左边中间的 Up 键进入训练。这里面有一个间歇训练，进入之后呢，有2种间歇训练方式，一种叫自由重复次数，就是你手动控制间歇和恢复的起停。那么我们预先不定义跑多远、跑多久，而是随心所欲。我们来演示一下自由重复次数。这里有一个选项是包括热身还是不包括热身。包括热身，我们进入之后会有一个热身阶段，我们按右下的 Lab 键就可以结束热身，进入第一组间歇。如果不包括热身，就是直接进入快跑的环节，然后按右边的 Lab 键结束第一组快跑。也就是说它两个的区别就是在所有快跑重复之前有没有一段热身的阶段，非常的类似。我们试一下有热身的情况。好，我们进入热身阶段，热身5到10分钟。比如说你觉得可以了，你按右下角的。好，假设我们觉得第一组应该结束了，比如说我们操场跑了一圈，我们可以按分圈键进入恢复阶段。休息我们觉得差不多了呢，我们再按一次 Lab 键分圈键进入第2组快跑。好，以上就是自由的间歇训练的演示。我们这里放弃。那么这种方式好处是非常的自由，坏处是也太自由了点。比如说我们想控制跨步跑，想控制15秒的快跑，那么你15秒你要不停地看表，这个是很难对准的，很难准确衡量的。所以我们如果进行跨步跑训练，可以进行第2种方式，结构化重复的间歇训练。这里我已经定义了4组跨步跑，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也可以修改它，修改你原来的。我们来编辑一下训练，看一下它的结构。首先我这里定义了4组间歇训练，每组15秒，然后每组之间休息45秒，
这是以时间为单位的间歇和休息。那么我这里重复4组，热身我选择开启，这就是我定义的4组跨步跑训练啊。你也可以加长训练的时间，你也可以把类型改成距离，比如说像我去年刚开始训练时候的跑走结合，跑300米走30米，你也可以把间歇定义成那种情况，类型可以改成距离。好，我这里就不改了，4组15秒跨步跑，每组之间休息45秒钟，这样的一个跨步跑课程。我们试一下开始训练之后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加载这个4组跨步跑训练课程之后，这里选开始，进入热身阶段。这里请提醒大家，结构化间歇训练这个功能里面呢，热身是手动结束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要热身10分钟，那我必须等10分钟之后按 Lab 键进入第一组跨步跑。这里是没有计时功能的，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半自动的间歇训练，就是热身和最后的恢复需要你手动退出。那你可能会问，我就不能预先定义热身10分钟，然后10分钟之后自动进入快跑训练吗？那么这个功能里面是没有的。我想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10分钟的间歇训练，或者你在操场上跑够5圈，然后再进入快跑，这个是很容易掌握的，也是很灵活的。假设我们觉得热身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同样的利用计圈键进入第一组15秒快跑。这个呢15秒因为我预先定义好了，所以它会自动的进行，并且报警要结束了。好，结束之后自动进入45秒钟的休息。这个很灵活，但是又有一定的结构化，所以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目前用这种方式跟我小孩子一起练到第3周了，效果不错。这里也会提醒你，接下来是另一组跑步15秒，你也可以提前按 Lab 键结束，如果你觉得等的时间太久。好，那我们提前结束，进入第2组。当然你训练的时候不需要提前结束。这里大家会发现第2组很快，因为只有15秒钟时间。好，进入第2组的休息阶段。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没有设置快跑和恢复的配速，不小心按错了。进入第3组跑步，那我也可以提前按计圈键结束这一组快跑。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没有设置快跑的配速，实际上在这个结构化间歇训练里面也没有选项去设置快跑时候的目标配速，而且对于跨步跑来说本来就是相对轻松的快跑，也没有必要去设置目标配速。好，这就是结构化间歇训练，我称它为半自动。为什么是半自动呢？自动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帮我们计时快跑和恢复的时间，或者是用距离来控制快跑和放松的间隔。不自动的地方在于我们必须手动结束热身阶段和最后的恢复阶段，而且目标配速需要我们自己掌握。我这里放弃。那么你可能会问，有没有一种全自动的间歇课程的定义方式呢？也是有的。不单我们可以预先定义热身和放松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定义每组的目标配速，甚至恢复阶段的目标配速。那实际上这样一个功能就是相当于我们自定义了一个课表。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对佳明的课表不满意，想自定义自己的课表，自定义课表当中的每一节课程，这个也是做得到的，而且功能非常的强大。时间关系，我把这样的自定义课程的演示留到咱们的下一期内容。好，那么今天的佳明演示就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用。